末日降临，洪水来袭。重生后的我获得100万增幅，无限存储的空间，甚至可以圈养活物。在上一世，圣母老婆在末世来临几天后，趁我不在家，把我辛苦囤的物资全送给了她弟一家，最后导致我活活饿死。所以这一世我不能重蹈覆辙。我心念一动，意识突然出现在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难道是储物空间吗？我回到了本体，看着手中的刀，意念一动，刀消失了。既然确定了是储物空间，那我在末世不是如鱼得水吗？我拿起手机，现在是2069年4月17日早上9点。根据上一世的记忆，末世会在3天后来临，到时天降暴雨，连下3个月，洪水泛滥，时间紧迫，现在就要开始为末世做准备。好在我家是开超市的，所以超市里的食物和水暂时够我用几个月。考虑到暴雨，需要准备雨衣、皮艇船、潜水服、潜水镜等。而3个月过后就是1年的极寒，世界冰封，所以需要羽绒服、壁炉等保暖产品。接着就是1年的极热，这就需要空调、冰箱。极热之后便会出现雾霾天气，需要准备口罩、防毒面具等等。考虑到暴雨之后城市电力瘫痪，因此还要购买发电机、蓄电池、太阳能板等等。接下来就是安全问题，在末世人性经不起考验，没有武器防身寸步难行，斧头、电棍、弓弩必不可少。至于住的地方，根据上一世的记忆，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会被洪水淹没，所以我决定去隔壁海拔较高的山明市，在一个叫明苑的小区租一套高层房子。除了因为地势较高，相对安全一些，另外一个原因是莫怀森，他是我叔，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在明苑小区有一栋别墅，旗下有好几个大型超市和百货商场，同时爱好收藏。在别墅的后面建了一个大型防空洞，存放了大批的物资和黄金、翡翠原石等。在我去投靠他的时候，他却将我拒之门外，所以这一世我要报复他，我要让他一无所有。另外，对房子的改造也刻不容缓，我准备把房子改造成一个堡垒，玻璃换成防弹玻璃，门换成厚厚的钢门，再给它通上电，这样就能保证万无一失了。完成这一切后，距离末世只剩12个小时了，我吃饱喝足，躺在沙发上，静静等待末世的来临。晚上12点，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末世来临了。暴雨刚刚开始6个小时后，雨量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不到1天的时间，整个城市就会变成水世界。虽然明苑小区地势偏高，但也会被淹到2楼。之后的几天，暴雨会以摧枯拉血之势直接漫到20楼。趁现在水位还没上涨，我准备先去把莫怀森的物资都收了。我开车来到他的超市，直接撬门进入到仓库，这里存放着数不清的饮料、酒水、食品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我一股脑的将它们全部收进了我的空间里。紧接着，我又以同样的方式扫荡了他余下的几个超市和百货商场。这次收获颇丰，这些东西足够我用好几年了。我看了下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距离这里大概20公里，有一个大型国际集装箱码头。我决定去那里把集装箱全扫，半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这里密密麻麻，一望无际，全是各种集装箱。这下发财了！我开着车一路前进，待我做完第1集的事情，回到明苑已经快6点。刚到房间，就看到霹雳响雷划过天空，狂风呼啸，无数的闪电在天空划过，雨水仿佛疯了一样的降落到地面上。短短不到1分钟，城市的排水系统就崩溃了。接着，整个城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雨水淹没。直到下午10分，水已经淹到2楼的位置。这场暴雨的开场就让全球1/5的人丧生。目前1、2楼的住户已经往高楼层的住户家迁徙，并安顿了下来。进入到储物空间内，我准备将昨天收集的集装箱全部打开，确认里面是否有生活必需品。随即我打开了其中的一个，里面竟然全是翡翠玉石，而下一秒，这些翡翠玉石居然全部消失了。紧接着，我便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处森林中，仓库空间出现在了森林的右边。我明白了，储物空间刚刚吸收了那些翡翠玉石，升级了。这么看来，这个空间是可升级的。虽然现在空间的范围只有30平方米左右，但我依旧十分的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我可以在这里饲养动物或者种植植物，就算仓库内的食物吃完了，我依旧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活下去。说干就干，我退出储物空间，将一个养着鱼的鱼缸放进了森林空间。看着小鱼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我确定这块空间真的可以用来养殖动物和种植植物。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给这片森林空间升级了。我又去了仓库空间，在开了几百个集装箱之后，可只有翡翠玉石才会被吸收并升级空间。再次展望，此时的森林空间远处耸立着山脉，一条10多米宽的河流穿插而过。不过虽然面积扩大，但最边上还都是白雾，看不清白雾里面有什么，应该是能量不足，还没有升级完全。再一次回归本体，看着外面越来越大的暴雨，我准备去莫怀森的防空洞里面瞧瞧。上一世我去投靠他的时候，他将我拒之门外，所以这一世我要让他一无所有。说干就干，我迅速来到2楼，从仓库空间中取出船，向着别墅区方向驶去。我来到他别墅后面的防空洞，用斧头把锁劈开后，我看到里面有着数不清的物资，最显眼的是中间一个展架上的翡翠原石，大概有500-600斤重，半米高。我想也不想的就将它们都收进了空间。
脑海中可以隐隐感觉到空间在变动。突然我发现，在展架的旁边还放着一个保险箱，用斧头撬开之后，里面竟然摆满了金条，足足600多根。我把它们一起收进了空间。此时我的脑海中又感受到了空间在变动，看来除了翡翠、玉石、黄金也可以让空间升级。当我将莫怀森防空洞内的物资全部收入空间之后，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并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储物空间。然后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此刻的空间一眼望不到头。而在靠近我的地方有一棵老树，老树的四周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源源不断的泉水，池塘的上游有一株泉眼，泉水不断的从泉眼流进池塘。我俯下身，看到泉水清澈透明，正好自己也渴了，便喝了一口泉水。泉水刚刚下肚，我顿时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变化，仿佛自己变得更轻了，视力也更加敏锐，力量也更强大了。什么情况？喝一口水就变强了？莫非这泉水可以改善人的体质？见过主人。你是谁？为什么叫我主人？回禀主人，我是这个空间的器灵，而主人你是这个空间的主宰。器灵？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出来让我看看。主人，我现在没有实体，只有足够多的灵元才可以重塑我的身体，也就是被您叫做翡翠和黄金的东西。我可以自动感应您周围10米范围内的翡翠、玉石和黄金。那你有了肉体之后可以干什么呢？我可以帮助主人管理空间内的一切事物，包括养殖生物、种植植物等等。这么说来，我以后就会有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了。反正在末世环境下，最不值钱的就是那些珠宝和贵金属了。那这个泉水是什么情况？它叫做灵泉水，可以增强主人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包括敏捷、力量、感知等等。真是个好宝贝，以后顿顿都喝这个灵泉水，岂不是很快就能变成超人了？第二天，当莫怀森得知防空洞里面的物资和翡翠、玉石、黄金都不知所踪时，气得立马晕了过去，别墅区顿时陷入了鸡飞狗跳。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心满意足，随后就准备动身出去寻找一些可以饲养的动物，放到森林空间养殖。如果有家禽最好，因为它们已经被驯服，比较容易饲养。开着船在水面上转了很多圈之后，终于是让我发现了一群鸭子。我立刻把船开过去，直接将它们收进了空间。而在它们前方却有着让我震惊的一幕，只见一群鸭子在水上飘着，而它们背上赫然站着一群鸡。在危难时刻，动物们都懂得团结互助，而我的亲叔叔却对我的求助置之不理，仍由我自生自灭。或许这就是人跟动物本质上的不同吧。在末世环境下，人心果然是最恐怖的东西。在我把面前的鸡鸭收入空间之后，我突然想起自己似乎来到了军事基地的附近。上一世，在末日开始后不久，基地内的军队就都出去执行救援工作了，而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或许基地里会有很多他们还未带走的武器装备。到都到了，试试又不花钱。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便向着记忆中的军事基地赶去。由于目前水位已经淹到了5楼，导致我失去了参照物，所以只能根据高楼大厦简单的进行定位。终于，在摸索了很久之后，我在某一个楼顶找到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看到飞机之后，我终于确定飞机的下方便是那处军事基地。顺手将飞机收入空间，我拿出了潜水设备，穿戴整齐之后，我便潜到了水底。才刚下潜2米左右，我便看到无数的动物骨骼悬浮在水中，还有数不清的杂草和家具。再往下，泥沙渐渐多了起来，视线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越往下便越严重。排除万难，我终于到了水底。但我此刻反应过来，我并不认识军械库，如果要寻找的话，只能一栋栋建筑的摸过去。这个过程十分耗费体力和耐心，当然还有我的氧气量。最终，我在一栋楼的3层找到了军械库。打开军械库的大门，只见里面整齐的摆放着各种武器，而武器的旁边整箱整箱的弹药也是整齐的罗列着。我也不客气，直接把这些都收入了空间，随后便退了出来，继续军事基地内寻找起来。当我再次绕过一个转角的时候，一辆坦克赫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简直了！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坦克，也不管它能不能用，先收起来再说。之后我又转了一会，直到氧气量见底，才回到了停放直升机的屋顶，拿出我的船，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到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空间看看坦克还能不能用。就算是第2次看到它，我依旧满腔热血，迅速的爬进坦克内部。我才发现这坦克居然还能正常操作。摸索了一阵，我居然成功的启动了它。随后我就开始尝试操作它。好在我的空间现在只有一群鸡鸭，否则我肯定是不敢这么做的。接着我又去测试了一下自己拿进来的武器弹药，发现虽然子弹被泡在了水里，但箱子的密封性极好，它们都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武器弹药、坦克、飞机都有了，在这末日中，我应该可以生存的更久一些了吧。刚从空间试完武器装备出来的我，开始盘算起了这些装备的使用时间够不够。这些轮船、坦克和直升飞机都是需要燃料的，而这些目前却是我手中最缺少的。如果它们都没有燃料，就只是一堆废品。为了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战斗力面对末世，我决定前往石油大国囤上一点石油。而这一趟路途不可谓不辛苦。我首先从空间中取出了船，驾驶着它离开了小区，随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就将直升机从空间中拿了出来。最后
我开着直升机一路飞行，但是天空惊雷乱舞，闪电不停，我只能在尽量压低高度的同时，注意不被高层建筑的住户发现。末世之下，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有重型武器？万一被人打下来就麻烦了。毕竟人心才是真安以预料。这趟空中航行之旅历经15个多小时，期间飞机燃料多次耗尽，而我也只能从空间中取出船只，再将飞机停靠在船上，最后再给飞机加油。每一次飞机加油，在这狂风暴雨的天气中都是煎熬，但依靠泉水增强后的身体，我还是一次次艰难地完成了加油。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我第5次给飞机加油后，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无数油桶，这一趟辛苦的旅途终究没有白。但可惜的是，直升机在这种天气是非常不适合接近水面，所以我只能从空间中拿出了船，并把飞机停在了船上。正当我准备开船搜集那些油桶时，远处的海面突然出现了2艘船，快速地向我驶来。在泉水增强过的视力下，我清晰地看到船上之人一个个都面露凶光，手上也都拿着各种冷兵器，其中还有一个像是首领一般的人物，指着我的船手脚并用地说着什么。很快，几艘船就来到了我的船前面，并停了下来。虽然下着大雨，雨滴落在水面和船甲板上的声音很大，但我被泉水增强过的身体岂是浪得虚名？我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对话。发财了，发财了！老大，那艘船上的怪东西居然是军用直升机。大傻逼，你知道那是军用直升机，还这么兴奋，你就不怕上面是职业军人吗？老大，看着不像，你看，船上有人过来了。我此时听着他们的对话，简直快要笑死了。一群拿着冷兵器的，居然想抢我的船！小兄弟，你是一个人吗？我数到3，如果你们还不走，我就动手了。你看清楚，我们这么多人，而你就一个人。1，小子，我可不是吓大的，出来混，多认识个人便是多个朋友。2，小子，给脸不要脸，你最好乖乖的，船和飞机留下，不然3，不然你就拿脑袋撞我的枪口。这群人看到我拿出了现代热兵器，瞬间被吓破了胆，调转船头就想跑，可我并不想放过他们。一是我要在这里开着船收集油桶，要待一段时间，万一此时让他们散开，不能斩草除根，之后我收集油桶的时候被他们偷袭，就算我不会有事，但总要提防着别人不是那么回事。其次，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如果放过他们，以后还会有人遇害。想到此处，我飞奔上了直升机，瞄准他们就是两只飞。世界清静，将飞机停好，我便开着船，又花了5个小时，将海面上能看到的油桶都收进了空间之中。此时我已经是精疲力尽，只希望能赶快回家睡一觉，但这里太危险，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2批人出现来抢我的船，所以我只能强撑着身体给飞机加满油，然后开着直升机离开了这里。我飞行10几个小时，把几万桶石油运回家时，水位已经上涨到了12楼。刚到家就听到门口响起了敲门声。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人来敲门？我拿出武器藏在背后，这才打开了门。门外居然是楼长，在他的背后还有好几个人，看得出来应该都是小区的居民。看样子他身后的都是低楼层的住户，而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把人暂时安顿在我家。不得不说，他人确实不错，非常的尽职尽责。截止至现在，整栋楼12层以下的住户都是他一手安顿的。但在末日下，这种圣母心只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所以我果断地拒绝了他，言辞非常的犀利。他看我如此态度，便转头去了隔壁3602敲门。隔壁房门随之打开，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她也是果断地拒绝了楼长的提议，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我看着这个女人，总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她，但就是想不起来了。既然想不起来，索性也懒得想了。关上房门后，我倒头便睡。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一阵嘈杂声将我惊醒。我赶紧走到窗前向外望去，只见此时窗外水还在继续蔓延，已经到了14层的高度。水面上飘着一艘船，船上站着一个人，就是他拿着喇叭在大喊。内容我也听清了，说的是国家对于每一个幸存者都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理念，会尽快对所有人进行救援，请大家坚持住，现阶段务必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原本鸦雀无声的小区此时变得热闹起来，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哭喊。大家或许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更有人朝着工作人员大喊，希望可以运送一些食物过去。而我面对此情此景，只是淡淡一笑。作为重生者，我很清楚，真正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他们根本不可能依靠任何人，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我看着群聊信息笑了起来，他们太天真了，真正的灾难还没开始。之后的几天，工作人员再也没有来过，水流也变得急促起来，这让出行变得更加困难。但好处是，水流带了不少被密封箱子装好的物资，其中就有食物。于是整个小区就开始了疯狂的抢物资之旅，相互斗殴都是常态。而我则不太想加入他们的抢夺。一是空间内的食物足够，没必要冒险去抢夺这么点食物；二是我现在只想安静的收集翡翠、玉石和黄金来升级空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想夺走这些人唯一的一点希望，说不定他们拿到食物，一些原本会失去的人就能活下来。这几天空间中的积压也都陆续在下淡了，相信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满空间都是。那时候，我不但可以实现肉食自由，并且再也不会担心食物的问题了。确认好空间内积压的状态，又饱餐一顿后，我便起身，准备再去找点珠宝黄金来给空间升级。末日前，我所在的小区附近不到10公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1层和2层楼都是珠宝黄金的铺木。一路上，我见识到了末日之下人心的险恶。有一个人钓了一条鱼，却被另一个人直接抢；有人用鸭子拉着一条船四处收集物资，却被周围其他人将鸭子抢了个精光，孤零零地坐在船上哭。这就是末世下的残酷，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到达商场后，我果断地换上了潜水服，潜了下去。我首先看到的是商场顶层部分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即使泡在水里，依旧干干净净的。我一间一间地游过去，就在我准备离开之时，却听到了空间器灵的声音：“主人，去看看这间办公室，我感觉到里面好像有黄金。”这里居然会有黄金？或许是哪个柜台把办公室当作金库用了吧？我从空间里拿出了斧头，艰难地开始撬门。不得不说，在水里确实有些使不上力，不过被泉水强化过的身体确实好用。门最终还是被我撬开了。进到办公室里，我的视线瞬间就被一个保险柜给吸引了。我走了过去，直接把它收进了空间，因为在水里却是没有力气弄开它。随后我就赶往了2层，这里果不其然的有着很多的珠宝首饰和黄金。花了半个小时，我才将它们全部收入空间内。此时我明显的感觉到空间在变动，确认了下自己没有遗漏任何珠宝黄金之后，我用最快速度来到了水面上，召唤出直升机，并开着直升机回到了家里。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进入到了空间之内，二话不说，抄起斧子就砍起了保险箱。而它没有坚持多久，就被我彻底打开了，里面装着的居然是50多块金砖。看着空间吸收掉这些金砖后，一个美女便出现在了眼前。原来此时空间已经吸收了足够的能量，可以化作人形了。拜见主人，怎么样，还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吗？不过是衣服比较漂亮的皮囊而已。你现在有实体了，说说你都能干嘛？我可以帮主人养殖动物和种植植物，其他的功能跟以前一样。这么说，以后我都不会缺食物了。太好了，空间的养殖和种植就交给你了。还有一点，因为这次我有了实体，所以空间进行了升级。目前空间的时间流速变为外界的3倍，也就是说，在这里待3天，等于在外面待1天。同理，外面1天，里面相当于过去了3天。这不是说，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产能直接提高了3倍吗？真是太棒了！正当我高兴之时，烦人的敲门声又一次响了起来。敲门的自然还是楼长，他已经利用自己最开始给予别人的恩惠，拉拢了一批人，并以互帮互助的由头，强迫每一户人家交给他粮食。目前我所在的13栋，除了我和隔壁的女生，已经全部交了。我打开门，却看到楼长背后带着很多人，充满了压迫感。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雨还在下，都已经淹到14楼了。虽然之前有工作人员说会救助，但到了现在都还没有消息。现在很多人都断粮了，咱们邻里邻居的，如果你还有余粮的话，不妨捐出来一下，救助一下断粮的邻居嘛。没兴趣。你先别急着拒绝嘛。上次我想在你家里安排一些人员，但你拒绝了，所以我猜测你肯定粮食比较充裕，怕被人发现。我们也不强迫你，现在你捐一点粮食，等到下次我们打捞到物资，优先给你分配，如何？不需要。楼长听到我的话，顿时脸都黑了下去，但他还是很有城府的，没有继续说下去，带着人离开了。我自然不可能在意一群武器都没有的人，直接关上门，并将之前改造好的店门通上电。虽然我有热武器不怕他们，但谁知道这些人会不会趁我不在的时候进来胡作非为呢？又或者趁我睡觉的时候害我？一些土鸡瓦狗而已，这个店门已经足够对付他们了。果然，没过一会，门外就传来了痛苦的喊叫声，应该是有人准备开门，被电了。随后就是一阵混乱的脚步声，看样子他们知道我早有防备，于是选择了离开。看样子今天晚上他们是不会来了。我随即找了个舒服的地方，安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头有些晕乎乎的，刚准备去找点药的，我才反应过来，我居然忘记了药品。在末世，除了饥饿和直面人性，最重要的就是药品，不然一个小小的伤口都有可能让人失去生命。虽然自己之前忘记了，但此时去收集应该还来得及，毕竟药品都是密封的，即使泡在水里也没有什么问题。说干就干，当即我就从空间中召唤出了船，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和药店。途中看到出来搜寻食物的人越发的多了起来，物资的抢夺也时有发生，更是有几个人直接把目光锁定在了我的身上，并且向我这边逐渐靠近，估计是看上我的船了。小子，把船和食物都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我也懒得跟他们废话，我只想快些找到药物，否则之前的一切行动很有可能会前功尽弃。于是我转过身，从空间中拿出武器对准他们。他们看我有武器，吓得掉头就走，我也没有心思追。见他们散开了，便开着船继续前进。不久后就来到了医院附近，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换上潜水服，再将船收入了空间，一个猛子潜了下去。不过当我来到药物存放处的时候，却发现里面居然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除了我之外，
还有其他的重生者存在。不过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幸好医院周围的药店并没有被人搜刮，里面的药都还在，我将它们全部收入了空间之中。这么多的药也足够应付一般的情况了。回到家后，我便去到了空间之中。此时的器灵已经整理出了一片空地，有些还种上了蔬菜。看来食物这个选项以后就会从收集目标中彻底的剔除了。这个时候来敲门的只能是楼长他们了。此时的食物短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小区里但凡能动弹的人几乎都出去寻找食物了，只有楼长带着一群人做起了楼层里的恶霸。他们从最开始的索取到现在的入室抢劫，仅用了几天的时间，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楼层中真正勇敢有担当的人已经外出寻找食物了，剩下的都是些没有勇气面对天灾的胆小之辈罢了。他们也只能仗着人多欺负一下留在家中的老弱病残。索性我直接拿出热武器，打开门便走了出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见我手里拿着热武器，不慌不忙的样子，楼长和他身后的众人顿时气势一衰。小伙子，我是楼长。水灾已经持续很多时间了，很多人家中已经没有粮食了。于是我提议将所有人的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样才能保证大家都能吃上饭。然后再给我们其中一些青壮劳力多分配些粮食，好让他们有体力出去寻找资源，避免坐吃山空的情况发生。如今整栋楼只有你和隔壁3602的住户没有交出粮食了，这次来找你，我便是想劝劝你们好好配合工作。我没有理会他们说的话，只是嘴角冷笑的看着。楼长似乎有意要抢夺我的粮食，但看了看身后有些害怕的众人，只能继续硬着头皮说道：小伙子，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大家都能活下来而已。合理的平均分配，最起码可以保证每个人获得的生存物资都是公平的，让每个人都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活下去。看他说来说去都是那么几句，并且没有强闯我家的勇气，我直接就关上了门，自己就拿着武器站在墙角一动不动。楼长见跟我说不通，便转身去敲隔壁的房门，但迟迟没有动静。随即他从人群中喊来了一个锁匠，看样子是准备强闯了。可锁打开后却依旧推不开门，可见3602的女生是很有防备心的，估计早就加了好几道锁，并且把重物都堆积在门口了吧。见状，楼长从人群中喊来几个个头大的，开始了撞门。而此时房间内，女子一脸惊恐地看着被各种家具堆堵住的房门。她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人居然会这么做。随即她又看向了房间内堆积成山的物资，这些东西足够她未来吃上好几年了。如果那些人闯进来的话，这些物资就会被抢夺一空，她也失去了存活的保障。门外楼长等人已经恼羞成怒，他们觉得这女人不开门，房间里肯定有很多物资，今天这个门必须要打开。而后他们就拿来了好多的菜刀和铁棒，准备将门彻底破坏掉。而就在他们准备破门的时候，英雄从天而降，正是帅气逼人的在下。你们一群臭男人，欺负一个女人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冲我来啊！楼长和他身边的人此时也是红了眼，他们有预感，这女人的房间里肯定有很多的物资，顿时也顾不上我还拿着枪，狠话张口就来。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我们连你一起收拾了。我就不信你的武器还能瞬间干掉所有人，如果你做不到，我们一人一拳头都能干掉你。是吗？我倒想看看谁先来送死。说着我直接抄起武器，对着众人的脚下连连开火，吓得众人是纷纷后退。此时他们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宝贵，转身就逃跑了。屋内的女人自然是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随即她就打开了房门，准备对我表示感谢。可当她看到我的面容后，却直接愣在原地无法动弹。看到我，你为什么这么惊讶？外面不安全，咱们进屋说吧。进屋后，张铁蛋看到屋子里堆积成山的物资，陷入了沉思。莫非你也是重生回来的？对，而且我在上一世见过你，我还知道你叫张铁蛋。据我所知，莫怀森的防空洞被盗了，里面他囤积的大量物资也无翼而飞。蛋哥，是被你给收走了吧？你是不是有什么储蓄手段？你确实很聪明，不过你跟我坦白是有什么图谋吗？说着，我拿出装备对着他，一旦他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就会立刻攻击他。你误会了，我只是希望你帮帮我。其实我也囤了很多的物资，这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其他的物资都在一栋地势较高的仓库里，每天住在这里我都提心吊胆的，求求你帮我储存起来，带在身边。你放心，我的物资都在你那里，是绝对不会有逃跑的心思的，否则我也活不下去。对了，我叫子轩，广东人。一个女人，跟我一样重生回来的女人，一个囤积了大量物资的女人。虽然我现在对于物资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但如果有一个绝对忠诚的伙伴在身边，肯定是要比一个人好的。所以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陪他去了一趟他的仓库，顺利的帮他将满满一仓库的物资放进了空间。之后他便顺理成章的住进了我家，就住在客房。之后几天我都会开着直升机前往地势较高处看看，也总有一些收获。空间中我的动物已经满满当当了，而我也将子轩带进了我的空间，并让他饮用泉水。跟我一样，喝完泉水后全身都被增强了。他也很感激我，甚至主动的投怀送抱，但是被我拒绝了。女人只会破坏我活下去的决心。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空间器灵突然传来消息，
告诉我种植粮食的土地已经满了，如果需要扩大面积的话，需要更多的珠宝和玉石来进行升级。所以我决定走一趟世界玉石之乡，去那里寻找足够给空间升级的玉石。作为跟子轩的第一次合作探险，我给他准备了枪械防身，还给他准备了药物，可以在受伤时进行自救。作为末世重生回来的人，这些事他应该都会才是。看到我递过来的武器，子轩心里也是一热，没有说话。随后我们就坐上了飞机，前往玉石之乡。在加了几次油之后，我们偶然路过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高档的小区。此时小区的各个屋顶之上已经堆满了人，他们看到有军用直升机飞过来，似乎以为我们是来救他们的，纷纷开始欢呼起来。作为重生者的我自然不会管他们，即使他们喊得声嘶力竭，我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但在我后座的小白似乎有些动容，不过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不错，末世之下，圣母肯定是活不长的，看来他确实是个不错的伙伴。又过了很久，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大的翡翠交易市场。末日前的这里有着众多的翡翠玉石店铺和大量在外摆摊的商贩，如今商贩肯定是没了，但这些翡翠玉石店必然搬不走，所以我拿出船，然后把直升机收了起来，换上一身潜水服，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而子轩，我则是让他看住船，等我上来。这一趟水下之旅相当的顺利，这里的翡翠玉石多得超出想象，都没办法收集完一条街道，所以我跟子轩决定在这里待上几天，等玉石翡翠全部收集完毕以后，再去缅北周边转转，看看是否还有小贩幸存。那样的话，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交易一些翡翠和玉石。接下来的几天，我负责下水，子轩负责做饭和看守船，我们分工明确，执行得非常顺利。就在我以为此次出行没有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莫非定理奏效，意外如期而至了。起因是我在空间器灵的指引下，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个超大型的玉石。就在我准备将它收入空间的时候，却发现有几个人朝着我的方向游来。这几个人年纪都不大，30来岁，也是一身的潜水服。他们没有我这种被泉水加持过的视力，直到距离我5米远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他们面罩下的表情先是一愣，随后朝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跟着他们。我点了点头，在他们转身离开之时，迅速地将玉石装进了空间里，随后跟着他们游了过去。达到水面之后，随后才开口问道：小伙子，这身装备不错啊，附近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人在打捞啊，你从哪来的？我需要告诉你吗？小子，不要不识抬举。我就不识抬举怎么了？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第一个开口的打断了。我不知道你身后有什么势力，也不知道你是混哪里的，总之缅北这一块一直是我们在负责。如果你们真的需要物资或者有什么任务在身的话，可以等我们打捞完了以后再去。原来是害怕我隶属于某个很厉害的组织啊！看来是我开着军用直升机来的时候被他们看到了。如果我说不呢？请你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可有3个人。那得看看是你们3个人厉害，还是我的热武器厉害了。说着，我从空间中掏出了热武器拿在手中。围着我的几人看我突然拿出的热武器，顿时慌了起来。你小子不简单啊，居然有这种大宝贝，这次算我们栽了。我们走。随后他便带着围住我的几人离开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心中冷笑不止。一群欺软怕硬的。不过欺软怕硬这种事在什么年代是一样的，人性本就如此。随后我继续下到水中，将最后几家店铺的翡翠玉石收入了空间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并大步走到了船舱之中。脱下潜水服，换上一身干燥的衣服之后，我才开始跟子轩一起吃起饭来。我因为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吃了很多，但子轩却只是简单的吃了2口。又休息了一下之后，我便开船在周围游荡起来。我们的运气不可谓不好，才开了10几分钟，就发现一个高档小区的高层有人在喊叫。我们顺势便开了过去。不知道是因为高层人员的喊叫，还是我开船的声音惊动了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我们，大声喊着让我们靠近一些。我们也是非常的谨慎，将船停在了刚好可以听到他们喊话，又不会被他们抢夺船只的位置。你为什么可以开着船到处跑？这么多天了，你还有力气和精力在外面跑？你是不是有食物？可以给我们一些吗？食物我有，不过为什么要送给你们？我这人只做生意。可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你需要什么？翡翠玉石，大量的翡翠和玉石，我用食物跟你们换。听到此话的人都是一惊，因为他们实在没想到，在这种末日之下，居然有人要用食物换翡翠。真的吗？你真的用食物跟我们换翡翠？我张铁蛋一个吐沫一个坑，2斤粮食换1斤翡翠玉石，金银珠宝也可以。随后整个小区都沸腾了，大家一窝蜂的跟我换食物。不一会功夫，我就换了近万斤的翡翠和玉石，还夹杂着不少的金银珠宝。我还有翡翠，可是现在拿不到，我可以去拿，不过你以后还会来吗？他的提议一下子就点醒了我。现在我最多的食物反而是他们紧缺的东西。如果光靠我和子轩出去找，猴年马月才能收集到足够的翡翠玉石，如果雇佣他们帮我们找，效率何止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我略微思索了一下，就告诉他们我会在5天之后过来，到时候还会跟他们进行玉石换食物的交易。众人听到我说的话，就仿佛在黑暗中寻找到了一丝的光明，顿时人群中沸腾了起来。但我并没有逗留，转身便开往别处。
因为我还要继续收集翡翠玉石，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无比宝贵的，不能浪费在听他们欢呼的声音上。当我正要离开小区的时候，旁边的楼上突然跳下来一个男人，稳稳地落在了我的船上。我顿时警觉了起来，冷冷地看向了他。他发现我对他有些不快，于是跟我解释了起来。这个男人叫做景天，职业是一名老师，家中就自己一个人。末日降临的这些天，家中的食物早就吃完了。今天看到我用翡翠换食物，他激动万分，觉得好不容易能活下去了，可找遍了自己家，却是找不到一点翡翠玉石。而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听闻我5天后还回来收玉石，才有了投奔我的想法。我是这边的原住民，对于周围几栋小区非常的熟悉，我知道哪里是富人区，哪里又是翡翠玉石商贩常住的小区。而且因为我是老师，所以这周边家里有孩子的人都认识我。我来给你做向导，帮你交易翡翠玉石，肯定比你自己去收集要快。不得不说，景天很会说话，一下子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于是我就答应，如果他帮我交易足够的翡翠玉石，我可以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他听到我说的话，顿时激动万分，拉着我们就去到了隔壁的小区，并且很快就收到了超过2吨的玉石。而末日终究是末日，在末日中，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像我这种1天之内就花掉超过5吨食物的人，不可能没人注意到。所以很快3艘渔船就朝着我们驶了过来。我是有关部门缅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可以叫我钱部长。我们刚刚接到群众举报，你们在这里使用大量食物来收购玉石。现在是特殊时期，我希望你们有食物的人可以配合我们工作，把粮食交给我们，由我们来合理分配。我用食物换翡翠玉石，是给了缅北人民一条生路。我代表缅北人民谢谢你们，但你这样的做法并不公平。翡翠玉石商贩定然比其他人获得的粮食多，而你交给我们，我们会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让每个人活下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听到他满嘴的公平公正，实际确实要我交上自己食物的话术，我顿时觉得好笑。我可不是什么未经人事的菜鸟，上一世那么残酷的末世我都活下来了，这种小场面算得了什么？所以我索性也不装了，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了直升机，带着其余2人就飞了起来，并将武器对准了他们。看到我凭空变出直升机，那个负责人顿时吓了一跳，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起来。没事了吧？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负责人傻傻的点了点头。我看他那个样子，也没有继续纠缠，将船收入空间之后，就前往了下一个小区。铁蛋，我们估计是惹上事了。怎么说？这里是缅北啊，这里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各种有关部门的大佬，他们手下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天你招惹了这个负责人，等他回去后，我们可能就要面对上万人的围剿和讨伐了。有这么夸张吗？有的，更何况你1天内花掉了10几吨的粮食，还是用来换现在最没用的翡翠玉石。天知道你还有多少粮食呢？估计现在在他们眼里，你妥妥就是块肥肉。怕什么？打不过，难道还跑不掉吗？时候也不早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要继续收翡翠玉石呢。随后我们就直接睡到了第2天早上。我是第一个醒来的，因为泉水改造的缘故，我并不需要睡很久。此时我走出船舱，第一眼便看到几条船正慢慢的靠近我的船，把我们几人围了起来，但是并没有攻击我们或者靠我们太近，很显然是准备偷袭我们。我们睡觉的时候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但这个时候我已经醒了，他们就再也没有激活。说着，我拿出直升机朝着几艘船开了过去。船上的人看到我开着直升机朝他们靠近，非但没有慌张，反而聚拢在一起，对我发动了反击。顷刻间，枪械的声音响彻天地，无数的子弹朝着直升机袭来。远处其他方向原本包围我们的船，听到动静，也都朝着我的方向开了过来。好在他们拿的多是些轻型武器，如果有一发 RPG 的话，可能我真的就要交代在这里了。没有多想，我驾驶直升机对着他们的船直接就开火，2发导弹成功命中船体，引发了爆炸，也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随后我害怕他们继续攻击，所以拉高了直升机的距离，之后对着驶来的船发射导弹。不久后，这片水域只剩下我一艘船了。等我开着直升机回到船上时，子轩和景天都已经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巨大的爆炸声吵醒的。此时他们的表情非常精彩，子轩是一脸的淡定，而景天则是有些震惊和害怕，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忍。我冷笑了一声，并没有说话，只是告诉景天按照计划行动，今天继续收购翡翠玉石。景天有些愣神，但还是听话的去开船了，朝着预定的地点行进。末世之处，每个人都会有还没被泯灭的人性，善良并未被彻底抛弃，这不怪他。就算是重生前的我，也是花了很久才弄懂末日生存的法则。他今天没有说话，已经是个不错的开端了。今天我们的运气格外好，收购了非常之多的玉石翡翠，足足有30吨。果然，景天是个非常靠谱的人，如果是自己的话，估计没办法找到这么个翡翠商人扎堆的地方。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这么快就完成30吨的交易。随后，我们就返回了景天居住的小区附近，没想到在这里却遇到了之前的负责人。这次他很有礼貌的在那里等着我们，并且朝我们和善的招了招手。等我们到了他的附近，他表明了来意，这次是来跟我们做交易的。
说着，他让人从船上拿出了好几箱子的翡翠玉石，差不多有30吨。小兄弟，我这次是诚心跟你做生意来的，你也看到了，我手下这么一堆人，每日消耗的粮食都是天文数字，所以我很需要粮食。这里的玉石翡翠在1个月之前还价值连城，如今却是要按斤卖，1斤还只能换2斤粮食。做生意就做生意，话怎么这么多？负责人被我呛得说不出来话，索性也就不说话了，开始闭目养神起来。我直接从空间里取出了60吨的食物，交给了他们。负责人清点无误以后，说着以后还会找我们交易，便离开了。铁蛋，我觉得今天的事好像没那么简单，我们或许现在才是真正的安全了。当然不简单，今天早上我们才跟职业选手打了一仗，晚上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交易，还有一些示好的成分。看样子他们早上是在试探我们能够做到哪一步，没想到派来的船都被我们灭了，这让他们觉得继续跟我们为敌代价比较大。晚上这次交易算是主动求和吧。跟我想的差不多，我们这次可能是真的安全啊，不对，我们现在可能更加的危险了。怎么说？我太了解这一块的职业选手了，特别是上层的那些人士，他们怎么会咽得早上被团灭的这口气？可他们装备不行，打不过我们，他们能怎么办？等等，我好像想到了，你是说联合？对，就是联合，而且要找比他们强大的更上层人士联合。这次粮食交易，你毫不犹豫地拿出60吨粮食，没有一点点担心自己不够吃的样子，肯定被他记下了。如果他添油加醋的将事情告知上面，然后拿出60吨你给的粮食做证据，真的很有可能吸引那些手里装备精良的职业选手注意。好像真是这样。这么说来，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得立刻离开。可我这次出来是为了升级空间的，先去看看空间吧。如果面积暂时够用了的话，我们先撤离也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团队也就3个人，1000亩足够我们吃上100年都没有问题。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返程吧。带着还处于吃惊的状态的子轩和景天2人从空间出来，我直接召唤出了直升机，带着他们往回赶去。当我们几人回到家之后，我突然发现只有坦克和飞机似乎在这种洪水泛滥的末世之下并没有那么好用，起码每次使用直升机都必须先从空间里取出船，再将它放在船上。这样一来，如果在危机时刻或者是在守夜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被人围攻的局限之中。而如果提前拿出飞机，又很难确保不会被人提前摧毁，那样我们就失去了最佳的攻击和防御手段。思来想去，为了可以在末日之下获得更加轻松一些，我决定去找华国的邻居樱花国借一些军舰来试试。说着，我便又一次召集了2人，开着直升机向岛国飞去。路上我也跟2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他们对此也是比较认同的。首要目标不选择华国的军舰的原因有3：一是因为如今这时候，想必所有人的船只都加入了救援之中，自己身为华国人，定然不能残害自己的无辜同胞。独善其身不胜母，并不代表自私冷血。2是小日子樱花国地势本来就低，想必现在已经完全被雨水淹没，就算没有，以他们国家的生产力和储蓄能力，又能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又能存活多久呢？或许此时已经灭国了也说不定。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相比于华国那些动不动需要几十上百人才能启动的军舰，小日子那些小体量方便驾驶的军舰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如果碰到大型军舰，定然也是要装进空间的，毕竟不要白不要。很快，我们就根据雷达的指引来到了樱花国上方。此刻的樱花国已经完全被雨水淹没，只有海面上停着寥寥数艘军舰和数不清的渔船。我们不敢确认上面是否还有人，所以只能远远的就降落，换成了船，再慢慢靠近。待到距离差不多的时候，我直接换上设备，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慢慢的靠近那几艘军舰，趁机将他们一一收入了空间之中。随后，我跟空间中的器灵进行沟通，将原本军舰里面的人一个不落的全部丢了出来。当小日子们还在水里一脸茫然时，我已经偷偷离开现场，回到了船上，跟子轩和景天聊了几句后，我们便重新登上直升机，离开了这里。铁蛋，军舰我们3个人真的可以驾驭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个时候收集一些总不会错的。如果仍由末日这么继续发展下去，我们3个人肯定是无法活下去的，到时只能不断的召集人手和伙伴，到那时就怕现在这几艘军舰不够用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还是太危险了，万一他们的雷达扫描到我们的飞机直接开火，我们可能就没有以后了。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尽量不要发生，如果必须要的话，那你不能直接上前线，因为你活着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如果你没活下来，我们失去了你的空间，在末世也注定活不了多久。你的建议很有用，我明白了。不久，我们就顺利的回到了家中。此时的水位线已经超过了20层楼，看样子很快就会达到30楼的高度。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几人商量着还需要收集什么，确定一下之后，便火速赶往收集。当然，这几天的外出都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大多是挖野菜、药材、菌类等等，还找到了几棵果树，都被我一并装进了空间里，交给器灵种植之。我们更是在地势较高的山上找到了不少动物，有家禽也有野兽，正好空间里缺少这些可以影响到生态平衡的动物，便一并都收进了空间之中。至此，几天的辛苦之后，
我的空间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一般，飞禽走兽，应有尽有。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一转眼，我们三人组已经在家里休息了好几天。而此时的水位线已经来到了接近30层的高度，再过几天就会来到36层的高度。这几天，楼下的住户都被安置到了更高层，只有我和子轩的房间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过。也许是楼长他们跟我前几次的接触已经对我产生了忌惮，轻易不敢打扰我。既然他这么识趣，我自然也乐得清闲。原本平静的日子，却在某天的清晨被打破了。原本正在睡觉的我们，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走到窗前一看，原来是有关单位的人员正在通知气象局最新报道，全球预计会出现大面积降温，请大家做好保暖工作。随即我就喊来了子轩，和他一起算了算时间，得出的结果是，距离前世的严寒来临已经不远了。看来是时候继续搜刮物资了。也不知道我的叔叔莫怀森这个时候过得怎么样了。我拿出望远镜，看向了别墅区，只见有几个人正在搬运一些装好的箱子进别墅，看样子应该就是取暖的设备了。这个老东西上一世活得久，果然不是没道理的。不过我很好奇他这些设备哪里来的。讲道理，他的防空洞早就被我洗劫一空，当时这些取暖设备早就被我取走了才对啊。看来他还有个秘密的仓库，只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照顾好自己要紧。随即我从空间里取出了各种取暖设备和厚厚的羽绒服，分给了他们2人，让他们随时注意保暖，说不定明天严寒就会降临。随后我们就各自散开去睡觉了。果然，我这乌鸦嘴就像开过光一样。到了午夜12点，气温突然骤降，冷得在沙发睡觉的我直接打了个哆嗦，整栋楼也陆陆续续的响起了哀嚎之声。我走到窗户边上，发现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此时却是在下着鹅毛一般的大雪。昨天夜里还汹涌异常的水面，现在却已经被结冰了。此时的气温大概在0度左右，但我知道这种不间断的下雪天会持续不断的带走空气中的热量，明天早上起来气温便会直接下降到零下20度，那个时候真正的末日就降临了。严寒的天气摧残人的精神，而到处都被冰封，想要找到食物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子轩和景天也被冻醒，2人一起来到了我身边，直直的看着我。我们这是要去哪？当然是去地势高的地方，如果不再下雨的话，我们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存活率自然会高一些。且不论那些地方早就有人占了，如今这个时候，地势高的地方必然会引发很多人争抢，我们这么开着坦克过去，会被那些争抢的团伙优先干掉的。有道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有相关部门保护的地方。末世已经这么久了，相关部门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如今水面冻结，相比他们会最快速度展开救援，并顺利搭建一个庇护所的。随后会围绕庇护所展开扩建和继续收容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有关部门的消息，一旦确认庇护所在建，或等到它建立完成，我们直接过去就是最好的选择。财不露白，躲在有关部门的庇护之下，肯定要我们出去冒险强得多。这个景天真的好厉害，短短的1晚上就想了这么多，而且确实是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好，就按你说的办，我们现在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3人决定找地方躲起来后，就一直往偏僻的乡间跑去。那种地方地广人稀，相比于闹市区人也少，更何况如今水面已经漫到了30层楼，闹市区都不一定有多少人可以幸存，乡间之地估计已经全灭了。末日之下，没有人的地方便是最安全地方。当坦克的雷达上显示我们到了地方时，我们便从坦克里钻了出来，随即在冰面上简单的扎起了一个大大的帐篷。为了伪装，我们还在帐篷周围堆上了白雪，使它更加隐蔽。就这样，我们度过了3天时间。这3天里，雪已经停了，但是全球的气温已经降低到了零下30度。这3天里，我们过得相当轻松。白天会一起去空间里看看动物植物的养殖、种植进度，然后从空间里出来吃上一顿奢侈的豪华午餐。下午3人会一起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查看是否有人的痕迹。晚餐也是相当的丰盛，有酒有肉。除了当天的守夜人不喝酒之外，其他2人都可以喝点小酒，然后美滋滋的一觉睡到大天亮。第3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面前路过了今天下午的第4辆汽车，看样子也是出去寻找物资的。所幸他们似乎很赶时间，都没有发现我们。景天，我们现在不用再躲藏了吧？每天开车出来寻找物资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必是安全了。估计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搜寻遇难者了。我们现在回到家里应该没问题。我想了一下，似乎是这么个理。现在回家，最差也就是被几个拿着冷兵器的人堵门而已。但是有关部门如果已经接手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到庇护所了。于是我把帐篷收了起来，并拿出了一辆车，向着家飞驰而去。当我们回到房门外时，却看到过道里有2群人吵了起来，其中一群人领头的便是楼长，而另一人是个年轻男子，但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凑近一点后，我才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你们这么多人是想要干什么？楼长，咱们也不要说这么多废话了，我就直说了吧。你这次跑到36楼来，是不是准备破开铁蛋和子轩的房门，抢走里面的物资？这管你什么事？何况他们作为本栋楼的居民，没有主动的捐献过一次粮食，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这种人不配吃粮食。什么主动捐赠？你说的捐赠是当初找我强行要粮，
不给粮就自己进屋抢的那种捐献吗？还说什么平均分配？你们团体内部成员家半夜开火偷吃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倒是个个油光满面的。想想2701的住户吧，他当初可是把粮食都交给你们了，结果后来自己快饿死了，你们却只给发了一块饼干。分配肯定是公平的，如果只给他发了一块饼干，那么那个时候我敢保证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只吃了一块饼干。好，既然你说你是公平分配，那么你的这个公平分配我不同意。我现在想按照我的方法公平分配，可以吗？听到领头男子这么说，他身后的那群人顿时也跟着一起叫嚷了起来。原来在这栋楼里一共有着3个组织，抛开我这3人小组不谈，楼长带着他的恶霸团估摸着有30号人，每天在各个楼层的住户家里敲诈勒索粮食，如果不管用，他们依旧是强抢。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些人群开始不满于被他们欺负，于是自发的组织了起来。领头人的是个年轻人，就是正在跟楼长对峙的那个，手底下现在也有将近20来号人。至于其他的住户，他们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因为他们只会加入胜利的那一方。看到这个画面，我不由得心里想笑，生存都快出现问题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些问题闹矛盾吗？不过那个领头的年轻人确实在守护自己家，看样子是想拉拢自己加入他。加入就算了，不过看在他帮忙守护自己家的份上，这次就帮帮他吧。想着，我掏出武器分给了子轩和景天，随后向着2拨人群走了过去。看到我过来，原本在争吵的2群人顿时安静了下来。你们继续啊，我只是路过，回一下家。领头的年轻人看了看我手里的武器，心里好像更有底气了一般，转过头对我说道：你就是张铁蛋吧？今天我们也是恰好路过，却看到他们要撬你家的房门，于是过来阻止。我在旁边已经听了一会，你说的我知道。楼长此时脸色一黑，看了看我手里的武器，似乎也觉得强闯没有了意义，顿时对着手下招了招手，想要带着他的人离开。这是第3次了吧？我可不希望我下次出门的时候还要担心自己家门被人撬了。你什么意思啊？雨已经停了，外面已经通上汽车了，而你们好几天都没回来，所以我以为你们已经搬走了，才准备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你剩下没带走的粮食。你就这么认定我有粮食？我猜的。我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对准楼长，随后才开口说道：猜得这么准吗？我的武器可不会爱听假话。是闻到的，每到饭点，只要路过你家，都会闻到各种食物的味道。有一次，我们甚至闻到了牛排的味道，所以我们认定你肯定有很多的食物，不然不会每顿都吃得这么好，而且完全没有要节约粮食的意思。所以你们对我的粮食也下定决心要拿了，对吧？楼长听到我的话，脸色变得十分怪异起来。很显然，他们就是这么打算的。或许他们还准备顺便嘎掉我。你们走吧，这栋楼里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什么？现在雨也停了，你说的对，外面可以开车了，所以你带着你的人走吧，去其他地方吧。可我是楼长啊！我顿时对着他们一顿扫射，吓得他们纷纷后退。现在不是了，如果明天我还能看到你，瞄准的就不是你的脚了。楼长好像还有话想说，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带着他的人离开了。看到我几句话就赶走楼长后，那个领头的男子才走了过来。丹哥，你这也太帅了。对了，我叫富贵，我们正准备去找食物，你要跟我们一起吗？暂时不用吧，我得回去休息休息了。说着，我也没有理会他们，带着子轩景天就回到了房间里，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下。一大早我就被楼下的吵闹声吵醒，原来是官方派工作人员来宣传安全基地了。官方在本地的安全基地基本建设完成，现在只剩下收尾工作，所以官方希望大家都去安全基地，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当然，不会让大家白白打工，在安全基地不仅有饭吃，还会给大家提供取暖的物资。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由官方统一安排食宿。最重要的是，安全基地内绝对安全，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很快，楼下就聚集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地向工作人员询问起来。直到围着的人都散去，官方的工作人员就去往另外一个小区宣传。第二天，明苑小区的住户就有一大半都前往了安全基地，留下来的便是楼长他们。想来他们是害怕被官方清算，所以不敢前往。看来往后我得更加小心才是。这天我正在跟景天谈论什么时候动身去安全基地，却被一阵汽车声打断了。从声音可以判断出车辆不少，并且是由近往远而去的。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小区里什么时候有了汽车？我们走到窗前一看，原来是楼长那伙人。只见他们开着3辆卡车，满脸喜气地往前开去，看着像是有什么大发现一般。于是我们决定尾随去看看。来到楼下，拿出汽车，迅速地跟了上去。不久后就来到了目的地，本市的粮仓。因为本地地势比较低，所以粮仓出于各方面考虑，便被放置在了高处。而当大雨开始淹没地势低的位置时，官方的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撤离到了其他地方，粮仓便空了下来。没想到楼长这伙人居然能想到粮仓，而且现在的粮仓正如他们所想的一样，里面囤满了粮食，并且没有人看管。或许过几天，安全基地那些人就会过来取粮，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早就把自己屋里囤满，过上粮食自由的生活了。
可不能让他们这群恶人过得这么舒服。就在他们要撬开粮仓大门的时候，我开着坦克冲了过去。现在这里的粮食我接管了，如果你们还不离开，我就开火了。说着，我驾驶坦克向他们靠近了一些。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坦克这种战场杀气，所以顿时就后退了好远，随后开着车便离开了。就当我正准备将粮仓的粮食收进空间之时，景天拦住了我。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的食物足够我们存活几百年了，这里都只是一些简单的主食，而且是官方的。官方那边才建设好安全基地，从他们今天来拉人却没有发放粮食可以看出，他们其实也很缺粮。这些粮食对我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或许还有些画蛇添足，但对于官方来说，这些粮食无疑就是救命稻草。说罢，他叹了口气。一旦安全基地建成，我们也要去到那里的。你难道希望等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因饥饿而导致的人间炼狱吗？不得不说，景天的思路确实很清晰。我知道他是圣母兴起了，但他说的话又你能确确实实打动了我。所以最终我们并没有带走这粮仓的粮食，反而在他附近隐藏着，等待官方人员的到来。几天之后，官方的人员终于来了。只见他们带着几十辆卡车和一些坦克装甲车，缓慢地向着粮仓的方向开了过来。一次性能拿出几十辆卡车和坦克的群体，必然是官方无疑。所以我们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离开了。路上，景天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便开口说道：这次官方拿到了这么多物资，加上这几天出来寻找食物的人越来越少，可以确定安全基地真的快完工了，而且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了。你是说我们该加入安全基地了吗？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建议今天回去之后都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上午起身前往安全基地。这个建议很好，那我们回去好好吃一顿，再休息休息，明天出发去安全基地。到家之后，我们三人美美的吃了顿饭，随后就各自去睡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便出发前往了安全基地。根据官方工作人员的表述，安全基地距离我们小区并不远，30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安全基地门口。此时安全基地的门口堆满了人，有拖着行李在登记，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来的，也有拿着各式各样装备从门内出来的，一看就知道是外出寻找物资的。基地里面也是热闹非凡，人们都在参与建设。力气大的男人在搬运石头砖块，力气小一些的女人们有一些是在准备饭食，还有一些似乎是在做着记录。老人们在给新来的介绍情况和打扫卫生，小孩子们则没看到，估计是在上课。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仿佛末世并不存在一般。果然，官方在就会让人安心，就算有一些极端分子，也会被职业安保当场制服。我都没想到末世之下的安全基地居然也可以这么井然有序，现在我完全不后悔冒着得罪你的风险保住粮仓了。这么说，你当时知道会得罪我？当然知道，可是不那么做，我估计会后悔一辈子。我和子轩站在旁边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如果我跟他不是经历过末世，估计跟景天的心态是一样的。末世的绝望，只有经历过一次才知道。人心底那小小的善良，只要不是圣母心，在末世之下是难得的品质。就在我们继续观察之时，一位安保人员走了过来。你们是来加入安全基地的吗？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啊？哦，我们看到人多，所以在这里等一会儿。不要傻等了，先过去排队吧，登记完就可以进去了。现在不去的话，到了下午队伍会变得更长，那时候没几个小时可进不去了。面对别人的善意，总要回以善意，所以我们笑着对安保人员道了声谢，就去排队了。轮到我们登记时，我们告诉了工作人员自己的 ID， 随后便拿到了一把钥匙。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三人今后在这里的住处了。随后给我们指了指去屋子的路，便让我们离开了。我们顺着他指的路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住处。打开门稍微整理一下后，便各自找地方休息去了。我们休息到中午饭点的时候，就听到门外有人敲门。你们上午住进来的几个在吗？到午饭点了，记得出来吃饭，我先过去了。没想到居然是叫我们去吃饭的，这种仿佛末日前邻居来串门般的感觉，让人无比的熟悉。走吧，一起去吃饭吧。等我们出门的时候，却看到外面已经出现了人山人海，无数的人都在往一个方向赶去。我们虽然不知道在哪吃饭，但跟着人群走总是不会错的。等我们达到的时候，发现吃饭的地方就是个巨大的露天场所，两边有10几个人在给大家盛饭。我们3个排着队，跟随众人一起去领取了食物，而后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吃了起来。饭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简单的米饭加一点点青菜，可见食物在这里是无比稀缺的。你们运气真好，今天刚刚来就能吃到白米饭。什么意思啊？前几天粮食都快吃完了，那些职业安保人员甚至把自己的粮食都搬出来给我们吃了。不过好在昨天官方的人接到信息，说粮仓的粮食还在，就带着大部队过去拿了。结果还真的在，那可是够几百万人吃2年的食物啊！所以说你们运气好啊，一来就吃的白米饭。听到这里，我们只是笑笑，这些人还不知道，并不是我们运气好，而是景天的善良才让他们吃上了这干的白米饭。就在景天和他们继续闲聊的时候，一个职业安保人员朝我们走了过来。你们是今天新来的张铁蛋、子轩、景天3人吗？是我们，请问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事，不用紧张。事情是这样的，在安全基地里，每个人根据自己之前的职业或者当前的能力来进行工作。我们会根据大家登记时填写的职业信息来分配任务。根据你们3人上午填写的信息，所以官方决定从明天起，你们3人的工作便是出去寻找物资。车辆和燃料都由官方提供，这是给你们的出入证。今天你们才刚来，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吧。说完，他便离开了，想来是去找其他人了。还真是井井有条啊！没想到华国面对突发的末日，居然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别老说别人，这么井井有条的秩序之下，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吃完了，咱们去转转吧。对于这里多熟悉熟悉，现在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咱们明天就配合工作，出去找找物资。第二天一早，我们3人拿着出入证来到了门口。今天出入安全基地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我们找到负责分配车辆的人，拿出了我们的出入证，随即就被分配到了一辆车。之后，他更是给我们制定了寻找物资的地点。我们上车以后，便朝着官方指定的地点开去。大概过了1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一处小山坳，这里便是我们的任务地点。就在几人分开寻找指示，景天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冰面上有一个冰洞，冰洞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我和子轩靠过去一看，发现这冰层下面竟然是一栋楼。通过泉水强化过的听力，我隐约听见里面似乎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我顿时从空间里拿出了挖掘机挖了起来，小小的冰洞瞬间被扩大，不到一会就被我挖出了一条供人出行的台阶。收起挖掘机，我们走下去一看，只见几个人从楼里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骨瘦嶙峋的中年人。仔细辨认一番过后，景天认出了他，他是一个科学家，华国人，叫徐长清，干的是高科技研发的工作，经常上新闻和报纸。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安全基地的人，是官方让我们来这一块寻找物资的。哦，官方已经组建好安全基地了吗？安全基地的人数现在也非常多。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楼里怕是不止你一个人吧？原来暴雨阶段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全球突然的暴雨就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这雨还下了好几天，顿时就让他觉得会有大事发生。于是他便通知了自己的研发团队，一起来到了这里的实验室避难。这种实验室不是普通的楼，只要关上窗户和大门，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入大楼，哪怕是气体都不行。实验室内还有制氧机、发电机，以及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准备的食物。虽然食物储备并没有那么多，但还是在他们省吃俭用的情况下，让他们活到了今天。如果再晚几天被人发现，估计他们就熬不下去了。最后，我想问一下，外面怎么样了？景天将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大概跟他说了一下，随后便建议他们前往官方的安全基地，毕竟那里衣食无忧，而且作为高精尖人才，总会有需要他们的地方。我们这里还有点食物，是我们3人今天出发寻找物资之前，官方配发给我们的口粮，你们先吃一些吧。随后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安全基地。没问题。说完，他便带着几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饭后，我们便带着徐长清等人来到了官方的安全基地，将他们交给官方工作人员之后，这次的出门寻找物资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我们找到的不是物资，但一个完整的科研基地和一群精英科研学者，在末世下必然是比物资更重要的存在。有他们在，人类科学的传承便不会断绝，说不定还能想出应对这次末日浩劫的办法。之后，我去到了空间里，此时整个空间里跑满了各种动物，各种各样的家禽应有尽有。田地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粮食，器灵正在细心地打理它们。来到空间的仓库中，发现这里不管是各种粮食还是肉类武器，都还是堆成小山一般。就算是之前拿出去换玉石翡翠的几百吨粮食，也只是9牛1毛而已。这样看来，如果就我们3人组吃的话，吃上几百年不是什么问题。武器装备和各种工具也是不缺，接下来的日子只需要苟住就好了。第二天一早，官方安全基地突然派来了职业安保人员过来给我安排新的任务，那就是护送一批粮食前往隔壁市的安全基地进行救援。当然，并不是我们3人单独执行这个任务，而是30辆车一起行动，预计要运送共计1000吨的食物。肯定是这次找到了粮仓后，基地里的粮食多了起来，所以决定对隔壁市进行支援。但我很害怕这次的运送事件估计会出现意外。什么意外？我们来安全基地的时候，小区内也是有人没有过来的。这种没有加入安全基地的人，想必还是有一些的。这些人都是有些本事的人，或许有一些还会有武器。我们这次运送1000吨的食物，肯定会被他们惦记上的。有职业安保人员护送，感觉不会出现太大的危险吧？他们对付几个流寇不是轻轻松松吗？问题是有多少人护送我们？目前安全基地内的安保工作基本就让安保人员饱和了，能派出来护送我们的安保人员能有多少呢？30辆车，如果少于500人护送，几乎就是没有保护。这么大的目标，一旦被人破坏了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车，所有人都会被堵在路上，几乎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所以，你的意思是不参加这次任务？并不是，任务还是要参加的，毕竟如今我们在安全基地内，就算不参加这个任务，还会有其他任务需要做，而且我们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我们不参加这次任务。那么，你说这么多，意思是什么？我们出发的时候，尽量把车辆排在中间，这样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不会受到攻击，有反应的时间。然后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向安保人员那边靠拢，尽量隐藏好自己，尽量低调。等到那些流寇开始抢夺物资的时候，再找机会逃走。我还以为你要说帮助他们呢。景天笑了笑，随即继续说道：“我可没有那么傻，末日之下，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明白了，这次任务我们只需要将车排在中间，一旦发生意外，我们需要尽快靠近安保人员，然后找机会逃走。很明确的思路和想法，我同意景天这么做。刚说完，我们就被安排到了属于我们的汽车旁。上车后，我们的车队就陆陆续续的出发了，而我们也看准时机，按计划将自己的车辆放在了车队中间。车队的最前面是安保人员开车领队，车队的最后也是由安保人员开车护送。果然就如景天所说，安保人员很少，初步计算最多也就100多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100多人肯定是足够的，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当我们的车队行驶至一处较窄的地方时，车队的前方和后面突然响起了交战的声音，看来是有人准备抢夺我们的粮食。此时我们按照计划赶往了最近的安保人员处，但他们似乎没有办法照顾到我们，只是让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便赶往了交战处。我们趁着没人注意我们的时候，跑到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并顺势观察去了战局。此时双方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安全人员依靠在车辆的掩护之下，对抢夺粮食的人进行攻击，而抢夺者则是在各种掩体下缓慢地行进着。看来这群人就是些乌合之众，此时一旦没有快速的拿下车队，让安保人员慢慢集合起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获胜。想不到你居然还懂这些。我和子轩有些惊讶地看着景天，没想到他居然还懂战场上的东西。我不是很懂，不过是看到安保人员们根本不慌张，一人换弹的时候，另外的队友会很快的补上他的位置，所以整体的阵型没有变化，这就导致抢夺者的进攻速度始终很慢，自己人的伤亡则没有多大，防御抢夺者进攻显得绰绰有余。这一看就是在故意拖时间，等队友支援到了之后再进行一波包夹。经你这么一说，看起来好像确实如此。抢夺者那边进攻速度已经慢下来了，有些人甚至在偷偷后退了，看来最多再经过半个小时，战斗就该结束了。好像是印证了景天的话一般，没多久，抢夺者就被安保人员轻松的剿灭了。随后，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幸存者。好在这次袭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很快车队就被重新组织好，继续上路了。之后的路途倒是没有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粮食很快就被运送到了另外一个安全基地，而我们也踏上了返程。这次回去以后，我们应该会休息几天，然后才会有新的任务。任务应该就是重建之类的吧？都是些苦力活。这几天我也看了看周围，不是在建房子，就是在做饭，再就是教书什么的。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人类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从最原始的部落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抛开钱，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之中。想想，若是在战火弥漫的年代，人们不也是从一片废墟开始建设自己社会的吗？你为什么可以说得这么文艺啊？说简单点不行吗？简单点说也可以，就是或许这次末日会在这种一次一次的反复重建之中，再一次变成现代社会。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有道理，可是时间是多少呢？或许是20年，或许是200年，只要不再继续降下天灾，这个末日迟早会过去。那可太久了，这末日之下，有几人能活到那一天呢？所以这就是安全基地的意义，大家相互抱团取暖，一起存活，最终战胜这末日，重建人类社会文明。你可真是乐观啊！现在都这样了，当然是要乐观一点的。到了，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到了安全基地的大门。经过一系列手续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处。此时窗外仍然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气息，似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精力投入到了安全基地的建设之中。看着他们的身影，似乎真的就跟景天说的一般，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末日终究会结束。但一切真的就这么过去了吗？当我们的车队行驶至一处较窄的地方时，车队的前方和后面突然响起了交战的声音，看来是有人准备抢夺我们的粮食。此时我们按照计划赶往了最近的安保人员处，但他们似乎没有办法照顾到我们，只是让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便赶往了交战处。我们趁着没人注意我们的时候，跑到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并顺势观察去了战局。此时双方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安全人员依靠在车辆的掩护之下，对抢夺粮食的人进行攻击，而抢夺者则是在各种掩体下缓慢地行进着。看来这群人就是些乌合之众，此时一旦没有快速的拿下车队，让安保人员慢慢集合起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获胜。想不到你居然还懂这些。我和子轩有些惊讶地看着景天，没想到他居然还懂战场上的东西。我不是很懂，不过是看到安保人员们根本不慌张，一人换弹的时候，另外的队友会很快的补上他的位置，所以整体的阵型没有变化，这就导致抢夺者的进攻速度始终很慢，自己人的伤亡则没有多大，防御抢夺者进攻显得绰绰有余。这一看就是在故意拖时间，等队友支援到了之后再进行一波包夹。经你这么一说，看起来好像确实如此。抢夺者那边进攻速度已经慢下来了，有些人甚至在偷偷后退了，看来最多再经过半个小时，战斗就该结束了。好像是印证了景天的话一般，没多久，抢夺者就被安保人员轻松的剿灭了。
随后，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幸存者。好在这次袭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很快车队就被重新组织好，继续上路了。之后的路途倒是没有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粮食很快就被运送到了另外一个安全基地，而我们也踏上了返程。这次回去以后，我们应该会休息几天，然后才会有新的任务。任务应该就是重建之类的吧？都是些苦力活。这几天我也看了看周围，不是在建房子，就是在做饭，再就是教书什么的。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人类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从最原始的部落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抛开钱，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之中。想想，若是在战火弥漫的年代，人们不也是从一片废墟开始建设自己社会的吗？你为什么可以说的这么文艺啊？说简单点不行吗？简单点说也可以，就是或许这次末日会在这种一次一次的反复重建之中，再一次变成现代社会。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有道理，可是时间是多少呢？或许是20年，或许是200年，只要不再继续降下天灾，这个末日迟早会过去。那可太久了，这末日之下，有几人能活到那一天呢？所以这就是安全基地的意义，大家相互抱团取暖，一起存活，最终战胜这末日，重建人类社会文明。你可真是乐观啊！现在都这样了，当然是要乐观一点的。到了，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到了安全基地的大门。经过一系列手续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处。此时窗外仍然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气息，似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精力投入到了安全基地的建设之中。看着他们的身影，似乎真的就跟景天说的一般，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末日终究会结束。但一切真的就这么过去了吗？某天，正在完成任务的我们遇到了一群人。你就是张铁蛋吗？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在末日之前，独自采购了那么多的物资，并且在末日发生之后，四处搜刮玉石，3斤粮食换1斤玉石。你可真是财大气粗啊！听到他说的这些，子轩和景天两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而我则是第一时间就拿出了武器。如果你接下来3句话说不清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你的西瓜就保不住了。小伙子，不要冲动，我是安全基地的负责人。关于你的信息，其实早就被记录在官方的资料里了。这次来找你，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团队这几天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现在整个国家都需要你的帮助。什么意思？那我就长话短说了。目前官方的科学团队发现，在这次极寒过后，还会有一场气候变化。这一次的极寒已经让大部分的动植物消失，空气的含氧量在之后会大幅度的降低，而天空中的臭氧含量也会减少。所以少了臭氧帮我们吸收太阳光照的温度，气温会急速的上升，可能会在短短几天之内上升到60度。可是我……此时一旁的子轩拉住了我，让我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我转过头看了看他，从他的眼里明白了，我和他是重生者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危险。是的，作为一个重生者，我在前世直到挂掉都没有碰到他说的情况。难道是因为我重生，所以引发了蝴蝶效应，导致天气发生了变化？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严寒过后是酷热，那么这些冰块会融化，世界再次变成一片汪洋大海。而随着酷热的继续，整个地球就会像一个蒸笼，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蒸笼里的包子，包熟。看着我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负责人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在安静等待我的回复。你想要我怎么帮忙？这么大的事情，我能帮到你们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有异能吧？还是非常少见的有空间异能。我抬了抬武器。你说什么？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在我们的情报里，你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并且拥有武装直升机等重型装备，这些你都可以随手取出。虽然这不符合科学，但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排除掉一切不可能，最后不管多难以置信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坚信你拥有一个空间。看来你们对我做了不少调查呀。那倒没有，只是末日之后，我们派出了很多工作人员四处调查受灾情况。大家在各个地方都收洽好，集到了你的情况，最终整合起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了你拥有空间的事实。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这么说你真的有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天不亡我华夏啊！随后，负责人跟我们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早在大雨持续下到第3天的时候，官方就注意到了这一异常天气，紧急的调集顶尖的气象学家们开始研究。而根据气象图显示，这一场大雨的降雨量超乎众人的想象，很有可能让大部分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直接沉没。所以，官方立刻将各种研究设备和研究院移动到了地势高的地方继续研究。大雨停止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因为地球被水面吞没，所以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大部分温度将被水面吸收，并且气象图显示一股寒流正在包围整个地球，这会导致整个地球的气温骤降，这就会让处在高处幸免于难的植物无法继续生存，导致空气中的含氧量骤降，完全不够60亿人继续生存。但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之前因为大水没办法展开的救援工作，如果水面被冻成冰块，就继续展开了。所以
安全基地相关事宜也是在极寒降临之后才开始展开的。与此同时，在大雨降临的时候，官方已经派出无数的调查员，一为侦查情况，二是为了寻找物资。张铁蛋便是在此时被发现的，但一些小小的异常当时并未引起官方的重视。直到安全基地开始建设，所有的情报被汇聚在一起，它的特殊才展现了出来。而就在最近几天，气象学家们告知了官方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便是酷热即将到来。60度的高温足以将整个地球变成蒸笼，而在地球的人不论躲到哪里都无法幸免于难，所以官方才派人来接触张铁蛋，试一试这最后一丝生机。说了这么多，你明白我的来意了吧？你是希望我把人们安置进我的空间吗？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将少数人类冰封起来，和几万个人类的胚胎放进你的空间，那样的话，等到地球适合生存的时候再放出来，我们人类的文明就保存下了一丝火种，没有灭绝。不过听你的话，似乎你的空间可以放下很多人。说了这么多，似乎你是想道德绑架我，让我必须这么做。不，并没有，你误会了。你是我们人类文明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没有人可以命令你。那我选择拒绝。蛋哥，我觉得你可以答应。为什么？一旁的负责人也是一脸的懵逼。末世无圣母，无非就是防的人心。那么，如果所有人都在你的控制之下呢？会不会一切都回复到末世发生前的样子？怎么说？蛋哥，你对空间的掌控力是十足的。简单来说，如果有人在空间里犯罪，你可以直接把他踢出空间；如果离开了空间，他必然会嘎。所以我想，为了活命，没有人会犯这种大忌。那样的话，或许大家在你的空间里会比末世前还要和谐。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你怎么能肯定事情会朝着你预想的方向前进呢？或许他们进入之后，会威胁到我们最后一片安全的土地。让空间足够大就好了。什么？让空间可以完全分成几个区域就好了。我们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由麒麟看管，任何人都不能进来。其他人住在另外一块很大的地方，不准任何人外出。植物、动物都分别放在不同的大陆，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而且我们依旧很安全。好像是个好办法，可我们目前做不到啊，空间面积不够。蛋哥，你怎么老说傻话？官方就在这里，让他们帮忙收集玉石翡翠、金银珠宝，不就好了吗？那时候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也正好给其他国家定个标准，给的玉石翡翠、金银珠宝能开辟多少面积，我们占用一些之后，都算他们国家的面积。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救下全球剩下的所有人。哦，其他的没太明白。不过你们需要玉石翡翠和金银珠宝是吗？这些东西我们可有很多哦。蛋哥，试试吧，就先从这个安全基地开始。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干了；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再继续安排后面的。既然如此，我转头看向了负责人。我接受你的安排，1000吨玉石翡翠安置一个安全基地。既然决定要做，索性我们就谈了下价格。负责人似乎权限很大，当场就答应了5万吨玉石翡翠换澳大利亚那么大面积的土地。随后我们前往了安全基地，在官方进行一顿宣传之后，安全基地的所有人都整整齐齐地排好队。随后我打开了传送门，让他们按照顺序进入空间。当然，此时我已经在空间内单独为他们开辟了一处大陆，传送门的终点就是那里。当所有人都进入之后，我又把所有的机械、设备、食物乃至于建筑都放了进去。完事之后，我便进入到空间里进行查看，发现大家虽然面色都带这些惊讶和惊恐，但依旧十分有序地排着队。因为有工作人员进行安排，所以我果断地退出了空间。而就在这个时候，负责人找到了我，他的身后停着数十辆大车，里面装着的都是玉石翡翠。张铁蛋，这是我承诺给你的5万吨的玉石翡翠，一分不少，甚至可能还有多的。我也不含糊，直接将它们都进行了转化。我大脑瞬间感应到空间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不想进去看看吗？我当然想进去看看，但我的话想最后一个进去。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末日终究是没有摧毁掉我们人类文明。走吧，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很多的事还需要我们去做。随后我们几人直接乘坐武装直升机，走遍了华国的山山水水，踏遍了广袤的荒漠。我们见证了面黄肌瘦却依旧坚守岗位的安保人员，看到了工作人员们不辞辛苦地前往各种危险的地带寻找幸存者，也看到各个安全基地内热火朝天建设的气氛。等我们将全国所有的安全基地全部收入了空间之后，负责人也终于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了空间之中。真好啊，一片没有被冰封的土地，依旧有绿植，有鸟鸣，已经很久未曾见到了。说着，他就朝着人群汇集处走了过去，人群也很兴奋，正在手舞足蹈地欢呼，都在为了这一片新的天地而高兴。如果能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就好了。我相信一定会的。新人们的欢呼没有持续多久，就被老人们接进了安全基地内，而我们就跟着负责人一起携手走进了这一座庞大的安全基地。安全基地内，有人蹲在地上抚摸刚长出的花朵，有人坐在大树下乘凉，吃着刚刚分到的食物，还有人在水边看着水中的鱼儿在自由地游荡。我预想的混乱并没有发生，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井井有条。
看起来这一次末世似乎真的让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是啊，现在只要我们着重教育，然后设置好法律机构，而现在只需要一旦发现有不遵守法律的人，便送出空间便好。我点了点头，看向了眼前的负责人，他的目光依旧在看着人群。景天，这样的话，末世算是结束了吗？只要我们一直待在你的空间之中，末世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毕竟不管外面如何，待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我点了点头，带着景天和子轩去往了属于我们的大陆。就在子轩和景天离开的前一刻，他们转过头看了看那一片热火朝天的安全基地。末世结束了。